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最近有一句话很火，任何一个男孩子小时候的梦想绝对不是买套房。无可奈何的话语折射出了儿时的理想与长大后现实的冲突。可我却知道，很多男孩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包括了开坦克，我也不例外哦。小时候我很喜欢骑在那种小车上，幻想着自己坐在坦克里面拯救世界，甚至我还梦见过开坦克呢。梦见开坦克有点奇怪哈。查阅3000年前的周朝古籍《周公解梦》，梦见开坦克，预示着有被提升的可能。果然诚不欺我的发际线真的在提升哎。虽然长大后实现不了坦克梦，但我们可以在游戏世界里面过上一把坦克瘾。喂，怎么你的坦克是纯金的？你不觉得很好看吗？按照吨位计算的话，估计得用价值450亿的86度黄金才能造出来啊。小时候我就是希望做一个平易近人。长大后呢？平易近人啊，我已经说了呀。喂，这更俗了吧？来，让我们征战沙场。全场就我一台黄金坦克，好高调啊！你看，炮塔上面还有个金龙。你这样会吸引敌人仇恨的。怕什么？来一辆就怕他一辆。醒醒，你打的是8级高级房，都是一群老鸟。你的车只是皮肤好看，属性又没区别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激起我斗志了。不 carry 一局，你都以为我是吃干饭的。队友在前面防区和敌人对峙，过去大把手，小心探头。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坦克，重重的挨了我一炮。等导弹装填完再出去打一炮。另外一个敌人坦克的型号完克我，他装甲好厚啊，露出来一截都打不穿。算了，赖皮鬼，不跟你耗。和队友另寻机会，能2打1就没必要单干了。一架坦克好像想绕后偷袭我们啊！打断你的履带！我说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。他没法动了，慌得一劈他，笑死了！他想断我们的后路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敌方坦克被击毁。远处有辆59坦克偷袭我，就是我现在开的坦克同型号没皮肤的版本。他自以为占据了有利的地形。我说你在坦克世界练卡地形是没用。他很不服气，他说要较量一下。发动机被击中。发动机被击中。我刚才和他较量，全部防出去了啊！按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，我先撤了，不打了。不讲武德，他的炮弹在我的装甲上蹭了一下，把你从满血蹭到快报废，那他发的得是核弹吧？现在你血滴的一炮都扛不住，还怎么开 RA？ 吃桃子去吧！你不知道主角血量越低越凶残的吗？分析局势啊，对面有一辆火炮，这玩意你可以理解为狙击手，他100%躲在他们基地里面。直接摸过去，把他给干炮。发现了，一炮。敌方装甲被击中。2炮。他作为一名狙击手，被我发现就已经是尸体了。远处有一辆坦克和我队友鏖战。偷袭，3杀，舒服了。看到这，你可能以为我们要赢了。我们有8辆坦克，对面只剩3辆。其实我们快输了。坦克世界获胜规则第2条：占领对方基地就能赢。对方正在占领我们的基地，他只需要再占领30秒，我们就输了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也进入了敌人基地，但我比他晚了1分钟。换言之，我们还是要输。不过，只要敌人的坦克被我方攻击了，他的进度就会减少，他需要占领的时间就会增加。我相信我的队友。哦 yes， 黄金坦克带领全队获胜。更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全队成员共同配合，惊险获胜。在坦克世界，除了开着坦克车和别人近距离硬刚外，还有很多偷袭流派的玩法，比如躲在草丛后面偷偷射炮，不敌人啥也不知道，被打了一片。
阉人是会上瘾的。于是我寻求有没有阉人更爽的方法。我还真就找到答案了，那就是玩火炮车。玩火炮车好简单啊，开局在基地里面找个草丛蹲进去，开镜后就可以了。开镜后我人都看呆了，这玩意居然是上帝视角，还是全图的。只要敌人的车被队友侦查到了，不多说，一炮打过去，不管多远你都能打到他，除非你和目标之间呢隔着特别的障碍地形。玩火炮，你可以一只手举起奶茶，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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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只手操控鼠标。单手游戏被完成了单手游戏。一般来说呢，整局游戏是不需要移动位置的。那如果敌人发现你了，你也不动吗？如果火炮车被敌人贴近，那可以双手离开键盘了，放弃等死了。感受一下，你就知道火炮车有多爽了。为什么它是最多人玩的车？这真的是有道理的。好的，我已经蹲好草丛了，就等队友探路了。我方2辆坦克碰见对方3辆坦克，让我来帮你化解危机。拿下一杀。哎呀，另外2辆敌方坦克在山下面打不到，换目标。这辆可怜的坦克被我盯上喽，准备承受无情而又凶猛的火力吧！正中目标，打出了致命一击。队友把他打剩1血了，那人头是我的了，以理服人。敌方坦克被击毁。再次找到目标，半血的敌人啊，他完了，他完了，视野丢失了。哇，这都能打中吗？又发现了一辆反坦克车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在坦克世界里面，大家都开着坦克，他丫的居然开着反坦克车，不讲武德。我预判他会往前走，导弹发射，哎，别停下来啊！我去，满血被我炸没了，拿下4杀，又是 carry 的一局。最后比赛僵持住了，我方剩下3辆火炮待在基地不动，对方也剩下1辆火炮待在基地不动，就大家都不动，耗时间。啊，我肯定忍不了啊！第一次启动了我的火炮，往对方的基地赶过去。只要占领对方基地呢，一定赢。对面要么忍不住开炮，暴露自己的位置被我们打爆；要么呢就不要开炮，等我们占领他基地。他横竖都是输的。赢了，火炮真的太好玩了，贼容易上手，有一种你看着全图的敌人点点鼠标投炸弹的那种感觉。2次占领敌人基地获胜的经历给我一个启发。哎，你说能不能跳过打架这个步骤，以和为贵？偷袭，把对方基地给占了。想要占基地呢，就得把对面基地狗子的火炮狙击手给干掉。干掉了，干掉了！趁现在偷家。游戏里面3辆坦克占领对方的家呢，只需要30秒就能赢了。我们刚好3辆。对面回防了。再次击毁1辆坦克，我和队友打算蜷缩在角落，看能不能堵住偷家。不到30秒就赢了。敌方装甲受损。哎呀，怎么敌人的回防源源不断呢？我们队友呢，就不能牵制一下他们吗？哦，失败了，偷家失败了。对面回防的相当及时。我说说我玩坦克世界的感觉，500多辆战车里面总会有自己喜欢的一款。很多人玩这游戏呢，冲着呢就是玩历史名车、2战名车的。但我想沉浸在巷战、田野战时，我可以开上坦克冲锋陷阵，听着坦克履带碾压在建筑废墟上的声音，听着坦克引擎轰鸣声，听着炮弹的装填声，解压。当我想体验偷袭的快感时，可以选择草丛狗怪打黑枪。当我想放松一下，随便玩玩时，火炮神车就出现了，半挂机状态，用1只手都能 carry 啊，俯视众生的感觉真好。干，又被发现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觉得有趣，不妨点个赞支持下贝吧。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